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，听故事长智慧，品人生。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，母亲去世仍是处子身。多年后翻看书信，才知母亲是亲姐。清朝乾隆年间，镇子上有一名叫曹永文的货郎，上有大他15岁的母亲，下有比他小1岁的妹妹。日子过得不算富裕，但却十分幸福。只是曹永文从记事以来就没有见过父亲，每次询问母亲，母亲都眼神躲闪，从不正面回答。久而久之，曹永文也便不问了，没有父亲又如何？有个母亲疼他，他已然知足。这天，曹永文告别母亲到别镇上进货，曹永文赶着驴车慢悠悠地前去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一走他再也见不到他最爱的母亲了。曹永文接到消息的时候，他正在回来的路上。邻居张大叔在城门口等了他一整天，见到他的时候已是老泪纵横。曹永文此时还不知发生了何事，见到张大叔这般，脸色大变，连忙问道：“张叔，家中发生了何事？”张大叔抹了把眼泪，哽咽道：“孩子，快回家看看吧，你娘她无常了。”这消息对于曹永文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。他临行前，母亲还在家里乐呵呵地给他做着过年的衣服，怎么短短半月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？曹永文不敢相信。可当他回家后，看到院子里的棺椁，他不得不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。听闻母亲是在路上被人发现的，寒冷的冬夜，他就这样倒在了小巷口处，口吐鲜血。看着棺椁中的母亲，曹永文和妹妹曹永熙不禁抱头痛哭。曹永熙红肿着一双眼望向曹永文说道：“哥，娘亲她无病无灾，怎么会忽然倒下？一定是有人蓄意为之。哥，娘亲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去了。”冷静下来过后，曹永文也觉得其中有端倪，便连忙到县衙中报了案。一番查验过后得知，母亲的确是猝死，原因不明，但却可以排除他人所害。但与此同时，曹家兄妹2人因此也得知了一个惊天的事情：母亲至死都是处子之身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他们兄妹2人又是从何而来？一时之间，兄妹2人的身世也成了一个谜。隔壁张大叔听闻此事，亦是欲言又止，但他在曹家门前踌躇许久，还是闷着头回了屋。他从枕下拿出一个小盒子，看了又看，那忍了许久的泪水终究是再也忍不住，他抱着那盒子崩溃大哭，一幕幕前尘往事涌入脑海之中。金兰啊，你不叫我说，我便与你瞒了这事近30年，如今你去了，这事儿叫我一个人怎么再瞒啊？张大叔抱着那盒子哽咽地念叨着。许久之后，他的眼神突然变得坚定起来，抱着盒子来到了曹家门外。曹家兄妹2人狐疑地接过张大叔手中的盒子，缓缓地打了开来。盒子不大，但里面的东西却不少，有着厚厚的一摞纸，还有着一根款式老旧，但颜色依旧鲜艳的发簪。曹家兄妹打开一张张纸，看到上面密密麻麻记载的内容，不禁泪如泉涌。28年前，在这里有着一个曹姓的大户人家，家主曹远膝下有1儿1女，大女儿曹金兰15岁，生得亭亭玉立，更是十分貌美。小儿子曹永文1岁多点，才刚刚学会走路。妻子李氏此时大着肚子，就要临盆了。曹远脸上的笑容怎么也隐藏不住。这般幸福的家庭，原本应该和和美美的生活着，却是天公不作美，在一个寒冷的冬夜，家中进贼，曹远为保护家财而亡。妻子李氏忍痛在这寒冷的冬夜诞下一子后，跟着曹远去了。偌大的家，此时已然被贼人洗劫一空。一旁躲着的曹金兰见贼人走了，这才带着1岁多的弟弟走了出来。看到七零八落的家，曹金兰不禁哭了起来。
他来到母亲李氏身旁，流着泪质问着：“娘，父亲走了，可你还有我们，你跟着父亲也走了，我们3人该如何过活呀？”母亲李氏颤抖着双手抚摸曹金兰的肩膀，扯了扯面上的笑容，说道：“我们金兰长大了，以后家里面只有你最大了，弟弟妹妹就交给你照顾了。娘没有勇气再继续走下去了，别怪娘。”母亲李氏说着，便去了。可怜的曹金兰，在处理了父母身后事，小小年纪的她带着1岁的弟弟和刚刚出生的妹妹独自生活着，一点一点地将弟弟妹妹带大。后来弟弟妹妹长大了一些，总是在她身后追问着爹娘去了哪里。曹金兰不忍心将那样残忍的真相告知2人，便只好说谎道：“我就是你们的娘。”每当这个时候，小小年纪的弟弟妹妹总会问一句：“那爹呢？爹去了哪里？”曹金兰听了这话，总是会笑着说：“等你们长大了就知道了。”再后来，2个小孩再问，曹金兰便会哭着揍俩人一顿。时间长了，2个孩子也就不再敢问了。10几岁的姑娘风华正茂，再加上曹金兰出落得亭亭玉立，周围邻居不少知道曹家事情的人，都会争抢着给曹金兰说亲。曹金兰惦记家中的弟弟妹妹，每次都是婉拒。镇上有一名叫张有为的小伙子，对曹金兰一直都是情有独钟。在事情发生之前，2人早就私定终身。原本在曹金兰16岁那年，2人就准备成亲，可因为后来曹家家中事变，2人的婚事也是一拖再拖。看着周围邻居一个个相继给曹金兰说亲，张有为再也忍不住了，连忙提着礼来到曹家提亲，却没想到竟被曹金兰狠心拒绝了。张有为受挫，明明2人情投意合，为何曹金兰却变了卦？张有为以为曹金兰变了心，失落地离开了。但曹金兰何尝不想嫁给张有为呢？只是受现实所迫，她曹金兰这辈子都不会嫁了。她现在是弟弟妹妹名义上的娘亲，自己嫁出去了，弟弟妹妹怎么办？若是招了赘婿，弟弟妹妹又该如何看待她这个名义上的母亲？为了弟弟妹妹，她曹金兰就算舍掉幸福，也不能有违父母所托。那天，曹金兰靠在大门之后哭了很久很久。日子一晃，又是1年。听闻张有为在父母的安排下娶了别的女人，曹金兰表面祝福，但心中却难掩痛苦。张有为成婚当天，曹金兰便带着弟弟妹妹搬到了10几公里之外的村里去了。村里的男女老少见曹金兰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，时常接济3人，也有不少单身的青年向曹金兰表明心意，但均被曹金兰拒绝了。不过令曹金兰感到匪夷所思的是，她搬来这个村子没多久，张有为也跟了过来，就住在他旁边。曹金兰见张有为独身一人，很是诧异，一问之下才知，原来张有为同那姑娘还没拜完堂，就偷偷跑了出来。他心里已有曹金兰，岂能再接受他人？张有为本想来到曹家再看看曹金兰，却没想到曹金兰已然离开。后来张有为一路走，一路打听，才找到这里。张有为说：“金兰，我明白你的心思，今世我们没有夫妻缘，但我仍愿陪伴你左右，做你忠实的朋友，做你最好的邻居大哥。”就这样，张有为一陪就是20多年，在曹金兰不断努力之下，也终于将2孩子拉扯大了。妹妹曹永熙在20岁的时候出嫁了。那个时候，曹金兰还欣慰地望着张有为说：“张大哥，等永文也娶了妻，我就嫁给你。”可曹金兰没等到曹永文成婚那天，便患了病。这事儿曹金兰谁也没说，就连张有为也是后来才知道的。曹金兰就这么去了，又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。而知道一切真相的张有为一直记录着关于曹金兰的事情，他小心翼翼地封存着过往，封存着属于他们2人之间的秘密。此刻终于真相大白，
张有为轻叹一声，缓缓回了屋。曹永文、曹永熙兄妹二人看了这一张张纸后，心情难以平复。长姐如母，姐姐为了曹家兄妹二人，奉献了自己一生，也舍去了自己的幸福。有时候，曹永文会埋怨自己，如果自己听话早些成家，或许姐姐就会收获幸福。但张大叔张有为却说：“你姐姐啊，这么多年当你们的娘，她从来都没有后悔过。你们兄妹二人未来能生活幸福，是你姐姐最大的心愿。如今你们兄妹二人都长大了，你姐姐也就放心了。”在曹金兰去世没多久后，张有为也思念成疾病逝了。曹家兄妹二人将曹金兰和张有为葬在一处，并写下“长姐如母，孝弟孝妹曹永文、曹永熙”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女儿生病，母亲欲卖身相救。黄鼠狼说：“那孩子不能救。”天心爷爷爱孙不爱女，儿孙生活相差甚远。古时候，在绥阳县有一刘姓的大户人家，刘老爷膝下有2个儿子，老大刘永文，老二刘永福，现在均已成家。巧的是，兄弟俩虽然在不同时间娶妻，但妻子却是同时怀有身孕，眼瞅着俩人快生了。这时候，家里刘老爷子发了话，说刘老爷子今年60有余，身子骨还算是可以。古时候人思想迂腐，更何况是这种大户人家。这天，刘老爷子吃饭时便说道：“我们老刘家生意传男不传女，俩儿媳妇谁要是生了，家族产业就归谁；若都生的儿就平分。”刘老爷子一番话让兄弟俩面面相觑。晚饭过后，刘永文妻子王氏大着肚子在房间里溜达来溜达去，一副愁眉不展的模样，看向丈夫说道：“永文，万一这一胎生的是个闺女，那家里的产业岂不是就落不着了？”刘永文此时也是心烦意乱。自长大之后，家里的生意一直都是他在打理，倘若真生了个闺女，那他这么多年的付出岂不都便宜了别人？此时再听到妻子这话，不禁没好气地说道：“你争气一些，争取生个大胖小子出来不就得了？”王氏被刘永文这一番话说的脸一阵青一阵白，望着自己圆圆的肚子，再想着老二媳妇赵氏有些发尖的肚子，王氏不禁是唉声叹气。常听人说圆肚子生下来是闺女，尖肚子生下来就是儿，虽然不知这说法准不准，但王氏心里别扭啊，真生了个闺女，他王氏在刘家还怎么抬头做人？想到此，王氏不禁心生一计。话说两遍，再看老二刘永福屋里倒是气定神闲。刘永福本就不爱做生意，自小饱读诗书，如今虽然在官场混得并不济，但他却丝毫不气馁。刘永福媳妇赵氏更是出身于书香门第之家，温柔又善解人意。只见此时赵氏轻轻抚摸着自己的肚子，笑道：“不管孩子是儿是女，终究是我们的孩子。永福那家产我们不争，一切顺其自然就好。”就这样，刘永福和妻子赵氏一拍即合。兄弟二人态度相差甚远，一个精明算计，一个泰然自若。正是这样对待事物不一样的态度，让他们兄弟两家未来的生活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。时年6月，王氏和赵氏这天夜里突然肚子同时痛了起来。老大刘永文见状，慌忙跑去叫接生婆，不过一炷香时间，接生婆匆匆赶来。老二刘永福见这接生婆面生，并不是常见的那位，看这接生婆身子瘦长，俩眼圆溜溜的，看上去一副狡猾的模样。刘永福心中存疑，但此时情况紧急，只好放手让这接生婆去了。王氏和赵氏在同一屋，同时生产，接生婆两边忙活着。须臾，随着2道哭声响起，接生婆连忙乐呵着打开房门，说道：“恭喜2位少爷喜得贵子。”老大刘永文先一步冲过去，就见妻子王氏怀里抱着的是个男娃，
而老二媳妇怀里抱着的却是个女娃，心中不禁大快不已，连忙抱着王氏亲了又亲。刘老爷子一听大儿媳生了个胖小子，心中一乐，当即把家产都交给了老大一家。见老二一家生了个闺女，还体弱多病，实在喜欢不起来，一下子就偏了心。老二一家除了吃穿用度，什么都没得到。兄弟闹分家，可怜女娃命悬一线。老大一家因生了个男娃，全家人飞黄腾达。这男娃娃更是自小聪明伶俐，10几岁就对生意有着自己的见解。而老二一家生了个闺女，什么都没有得到，这女儿还体弱多病，先天病就够老二一家愁了，仅靠平时的吃穿用度和刘永福在官场上微薄的收入，根本看不起病。有时候赵氏不得不低着头向王氏借钱给女儿看病。都说吃人家的嘴软，拿人家的手短，赵氏一来二去在王氏那里借了不少银子，可闺女的病依旧无法根治。时间一长，王氏怎么看赵氏都不顺眼，便时常在丈夫刘永文身边吹枕边风。一开始刘永文还惦记着兄弟情深，随着王氏不停地添油加醋，刘永文也觉得老二一家就是个累赘，不能给家里赚钱不说，还总是拖累家里人，便闹起了分家。刘老爷子这人别看偏心，但却十分看重家庭的完整性，对老大一家想要分家的念头十分不赞同。但刘永文不达目的，哪肯罢休，连忙又说道：“爹，你看老二家的闺女病殃殃的，实在是晦气，每月看病花钱就有近10两银子，咱刘家在家大业大，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啊。”刘老爷子眸色一闪，当时便将老二一家叫了过来，言下之意就是说老二媳妇还年轻，再生一个说不定能来个男娃，现在的女娃就这样别再管了。老二一家爱女心切，赵氏更是一听老爷子这话，原本温柔大方的女子也急了眼：“爹，大哥家的男娃是您孙子，我家的女娃娃就不是您孙女了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爹你为何这般偏心？”刘老爷子本就不喜这孙女，一听赵氏这话，当下便发令，谁也不能再借给赵氏钱给闺女看病了。这样一来，给老二一家更是雪上加霜。刘永福干脆也辞了官，回到家乡当个教书先生，再给别的大户人家干活，1个月凑凑还能生活。老大一家见老二一家生活这般凄惨，不禁冷嘲热讽道：“二弟，我看你就狠心跟老爷子说分家算了，分了家，兴许你还能落上几个银子，也不至于像现在这般辛苦。”每当老大刘永文说这话时，刘永福总是默不作声地离开。老大吃了鳖，说了几回见没意思就不再说了，但往后却给老二一家没少找茬。可怜老两家的女娃娃吃得跟不上营养，再加上病情一拖再拖，终是有一天病倒，再也起不来了，请郎中前来瞧病。郎中却是直摇头说道：“令爱已是病入膏肓，唯有一种草药能救他，只是这草药十分珍贵，需要100两银子才能买到。你们爱。”听到郎中这话，老二一家觉得天都要塌了。赵氏也顾不得两家人的芥蒂，连忙去找老大一家借钱。老大一家却说：“我们也想帮你，但实在是无能为力。一方面我们也拿不出这些钱，另一方面老爷子那边可是明明白白说过的，不能借钱给你们。弟妹你还是自求多福吧。”赵氏见老大一家这边行不通，便去找老爷子，没想到老爷子也是冷脸拒绝。赵氏大哭着跪倒在地求道：“爹，求您了，只要您答应儿媳这一次，往后我和永福都听您的。您不是喜欢孙子，我们继续生。”刘老爷子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，但也只是给了赵氏20两银子。我手里的钱也不多，家里的产业现在都在老大那里，你去找他们借吧。赵氏为女欲卖身，黄大仙立节说实情，
赵氏就像蹴鞠一般被人踢来踢去，求了刘老爷子，又求老大一家，也仅仅借来了20两。赵氏心有不甘，跪在老大门前不肯起。丈夫刘永福见状，也跟着一块跪了下去。夫妻俩从艳阳高照一直跪到月上树梢。后来天空轰隆隆一阵闷雷响起，一道闪电从空劈下，随即便下起了瓢泼大雨。瘦巴巴的小女孩见父母为了自己这般，连忙跌跌撞撞淋雨跑了出来，抱住了赵氏二人，说道：“爹娘，女儿这一世能成为你们的孩子，实属幸运，但人的命数如何皆注定，爹娘无需为女儿这般低三下四，女儿已然看开，未来的路让女儿顺其自然地活下去吧。”赵氏见女儿这般听话，心碎不已，连忙将女儿拥入怀中。“我的傻女儿，怎这般淘气？外面下着雨就跑了出来，你放心，爹娘绝不会放弃你的。”赵氏此时不禁想起了什么，连忙抱着孩子就要起身，然而脚下一滑，差点跌倒在地。丈夫刘永福见状，便伸手去扶，一家3口从雨中走过，默不作声地回了屋。待洗漱完毕，赵氏也从桌案前离开。赵氏此时望着丈夫刘永福，欲言又止，好一会儿才将刘永福叫到一旁，递给他一张纸，说道：“相公，把这个签了。”刘永福十分不解地接过那张纸，打开一看，当时吓得浑身发颤。这张纸不是别的，正是赵氏拟好的一份卖身契。走投无路的赵氏真的想不出好的方法了，唯有这般才能来快钱救女儿一命。刘永福叹了口气，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可刘永福哪里还顾得着这些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将这纸撕得粉碎。“我没用，赚不到钱，但女儿是我们2个人的，哪能让你一人承担？明天我就去钱庄借钱，就算搭上我后半生，也要救咱闺女的命。”二人说着，不知不觉窗外大雨停了，随着一阵鸡叫声响起，天边渐渐泛起雨肚白。就在此时，刘家大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刘家下人打开门一看，门外竟然站着一个小老太太。这老太太看上去十分面熟，其中一个小丫鬟不禁嘀嘀咕咕说道：“这不是当年给大夫人、二夫人接生的那阿婆吗？今日没事怎么会前来？而且这人怎么这个样子？”门外的接生婆浑身伤痕，头发也如同烧焦了一般，炸起了毛。接生婆不顾刘家下人阻拦，横冲直撞的就要闯入老二一家那边。一瞬间，刘家上下乱了营，刘老爷子和老大一家更是闻讯前来。接生婆敲开了老二一家房门，二话不说就跪倒在地。老二刘永福不知发生了何事，连忙将接生婆扶起，说道：“哎呀，阿婆，你这是作甚？”接生婆回头看了一眼刘老爷子，又偏头望了望准备看好戏的老大一家，随即咻的一下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竟然变成了一个体型巨大的黄鼠狼。这惊奇的一幕将众人吓坏了，纷纷向后躲去。黄鼠狼却是朝着老二一家拜了又拜，说出了一件令人岔舌的往事。15年前，老大媳妇王氏意识到自己可能会生闺女的时候，便思忖着来到黄仙庙里，祈求黄仙相助，并应下若是自己成功产儿，便会给黄仙一笔丰厚的财宝。黄仙见利忘义，连忙显灵帮王氏看了看，哪知黄鼠狼法眼一开，就看到王氏肚子里怀着的不是儿，而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女娃娃。王氏被吓得大惊失色，连忙问道：“黄仙女大人，那可怎么办？我不能生女儿，若生了女儿，我这辈子都完了。”黄仙想起之前王氏说的那笔财宝，连忙眼滴溜溜一转，称自己会帮他达成心愿。于是，在王氏和赵氏分娩那天，黄鼠狼化身接生婆为王氏偷梁换柱，偷了赵氏的儿子。王氏因此飞黄腾达，没少给黄鼠狼好处。
然而黄鼠狼这么多年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，直到昨日夜里历劫，受到天罚，这才回忆起自己当年做的错事，第二天一早便前来道歉，想要弥补自己的过错。刘家上下听闻黄鼠狼一言，顿时如遭雷劈，老二一家不敢置信，老大更是盯着王氏恶狠狠地问道：“你当真这么做了？你所谓的儿子，难道真不是我所生？”王氏被吓坏了，连忙就要解释，可黄鼠狼并不给王氏这个机会。只见他拿出当年王氏送给他的财宝，其中一件正是王氏传家之宝。这下王氏有理也说不清了。因此事，刘家上下闹得沸沸扬扬，病殃殃的小女孩显然也听到了这些，连忙从屋里跌跌撞撞地跑出来，开心地说道：“爹娘，太好了，我不是你们的女儿，这样你们就不必再为我奔波了。”话是这么说，可老二一家爱这姑娘爱得心切，赵氏更是一把将女孩拥入怀中，说道：“胡说什么？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你永远是娘亲的宝贝。”说着，赵氏连忙向面前的黄大仙磕头恳求救救他的孩子。黄鼠狼本就心中有愧，也不迟疑，仅仅分了一些灵力给女孩。女孩顿时感觉身子一阵轻松，变得健健康康起来。经此一事，王氏变得疯疯癫癫的，原本就和王氏不怎么亲密的儿子也坦然接受了现实，回到了赵氏身边，一儿一女都不愿亲近王氏。王氏虽对儿有养育之恩，可儿子分得清好坏，王氏养育他，不过就是看中了他男孩的性别才会如此。自己真正的母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失去自己多年，他心疼还来不及。恢复常人的小女孩更是如此，赵氏对她如亲生，这么多年的感情不会变。刘老爷子恨铁不成钢，连忙将家里产业转移给了老二一家，但刘永福从不计较从前往事，反而是以德报怨，诚心对待大哥一家，并对大哥刘永文说道：“大哥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哪里会分你我？我是文人，不懂生意，往后大哥你依旧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弟弟我就靠你了。”看着弟弟刘永福如此大度，刘永文不禁悔不当初。自那以后，一家人不再分彼此，生活得很是幸福。倒是王氏变得疯疯癫癫，没多久便病死了。至于偏心的刘老爷子，在经历这么多事之后，也渐渐明白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不管男娃女娃都是他的子孙，不是吗？作者大福子写在最后，王氏的结局其实也在意料之中，为一己私利，不惜偷梁换柱，用换来的孩子成为自己拿到家产的筹码。再怎么说，闺女是自己亲生，王氏总不能坐视不管。但可恶的王氏竟真这般狠心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闺女病入膏肓，也不肯借钱给赵氏为她治病，实在是可恨。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，男子夜行归家，遇小鬼拦路，他却因此逃过一劫。古时候，姚安府上有一名叫周安康的知府，一向为官清廉，很受百姓的爱戴。在职期间尽职尽责，先有休假的时候。然而近日不知为何，周安康突然告假10日有余。有百姓特意前去探听一番，才知周安康妻子张氏突然生了怪病，找不少郎中前来看病，都摇头说回天乏术。周安康爱妻如命，他与妻子张氏自小青梅竹马，感情深厚。如今妻子病入膏肓，周安康也有几天未合眼了。听闻在遥远的北方有一神医，那神医收费高昂，却次次都可药到病除。奈何周安康虽身居知府，但这么多年也仅仅每月拿着微薄的俸禄，根本没有攒下什么钱，想要找神医探病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这天，周安康安顿好妻子，便来到府衙处理公务。
到了傍晚，周安康正准备回府之时，忽然有一个身穿锦衣的贵公子拎着一个木箱前来。那贵公子二话不说，就将周安康带到一处小巷之中，紧接着就朝着周安康跪了下去。周安康哪里见过这样的场景，连忙将人扶起，问道：“这位公子，这是何意？”贵公子说道：“周大人，我知道你为官清廉，但我弟弟真的是被冤枉的。周大人，你若将我弟弟放了，这箱子里的东西都是你的了。”周安康顺着望过去，只见木箱之中金光闪闪，想来定是什么金银财宝。周安康办案一向凭证据，听到贵公子所说之言，连忙问道：“敢问你弟弟是？”正是姚安府上珠宝铺的二掌柜林有泽。贵公子说道：“林有泽。”周安康对此人印象还算是深刻。林家是姚安府的珠宝大商，可原本寄予厚望的林有泽，却在前不久身负人命。据周安康所查，林有泽一直与青楼中的姑娘有牵扯，然而家中父母不同意此事，反而叫林有泽另娶他人。新婚夜，林有泽一怒之下将新娘杀害，此事证据确凿，根本没有任何可回旋余地。周安康望着面前的贵公子，摇头说道：“此地无银300两，若此事真不是林有泽所为，那你为何还要拿这些钱来恳求于我？”贵公子被周安康说的脸上一阵青一阵白，随即像是狠了狠心，这才又开口说道：“听闻周大人妻子生了怪病，需找到北方神医方能有一线希望。我想周大人十分需要一笔钱，周大人你等得起，可周夫人呢？她还能等得起吗？周大人，你若想救周夫人，这箱子里的东西你不要也得要了。”贵公子一番话惊得周安康浑身颤抖，正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，那贵公子竟是转身离去，独留周安康和那木箱在小巷之中。周安康望着地上的木箱，踌躇了很久，终于拎起来回了家。夜里，周安康一直想着那箱子里的东西，辗转反侧，怎么也睡不着。他若是不收这份礼，妻子的病也就没钱医治；若是收了，他在良心上也过不去。周安康思来想去，还是选择了妻子。人一动了歪心思，很难有回头路。周安康打开木箱子，见箱内果真有令人眼花缭乱的珠宝。周安康暗暗下了决定，明天就带着这箱珠宝到北方去寻神医。这样想着，周安康便沉沉睡了过去。睡梦之中，周安康独自来到一处幽暗之地，他缓缓向前走着，忽然身后阴风大作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席卷而来。周安康不禁浑身一颤，紧接着就听到一个十分空灵的声音：“周安康，周安康。”一个男人的声音断断续续在周安康耳边响起，这声音既熟悉又陌生，引得周安康忍不住回头去看。这一看可好，吓得周安康差点尖叫出声。只见他身后正站着一个佝偻腰、面目狰狞的夜叉。夜叉见周安康回头，不禁呵呵笑出声，紧接着便扭身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。而梦中的周安康似乎是被什么东西束缚住一样，那夜叉走到哪里，他就下意识地跟着走到哪里，四肢完全不受自己的控制。周安康跟着夜叉，先是来到了一处破庙之中。破庙虽破，可庙中金像却是威风凛凛。夜叉看到这金像，吓得浑身发抖，慌忙跪倒在地。周安康此时也不受控制地跟着一同跪了下去。此刻那金像忽的金光四射，随后竟开口说道：“此为阴魂，为何到这里来？还不快去地府报道！”周安康身前的夜叉连忙回道：“小鬼生前犯恶，死后望在此恳求度化于我。”金像却是摇头道：“阴魂自有地府管制，你还是到那里去吧。”说着，金像朝着夜叉吹了3口气，紧接着周安康便随着夜叉被这一阵风吹到了一处荒芜之地。周安康随夜叉在此地张望，
便见荒芜之地的北边有一枯井，夜叉大喜，连忙上前，毫不犹豫地跳进了井里。周安康也随之跳下，随着不断下坠。片刻后，周安康随夜叉竟下落至一处大殿之中。大殿之中富丽堂皇，殿上有一威严之人，在桥头上牌匾。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人人敬畏的阎王爷是也。阎王爷全然没想到会有人忽然降落至此，当时大怒道：“何来恶鬼？你生前犯下大恶，当灰飞烟灭，岂能来我殿中撒野？”夜叉见到阎王爷，慌忙跪倒在地，哭道：“阎王大人，小鬼生前作恶多端，便前去庙中恳求度化，但神灵不愿度化于我，便将我遣送至此。”阎王爷怒目圆瞪。此时在桥堂下，夜叉周围布满金光，正如夜叉所言，这才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生前也不全然为恶，说来听听为何而亡？”夜叉不敢有所隐瞒，连忙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：“小鬼周安康生前乃为姚安知府，前半生尽职尽责为好官，后半生阴贪，收受财宝无数，害死了不少无辜性命，放走了不少恶人。忽有一日，事情败露，终尝恶果。”夜叉说完，周安康不禁浑身一颤。什么？这夜叉竟与他同名同姓，也是姚安知府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周安康陷入沉思之时，殿上阎王爷已然发话：“虽然你前半生做了好官，可你做的恶却比善事多得多，功过并不相平，在此当受诈鬼之刑，往后投生畜道。”说着，阎王爷大手一挥，便有2个身穿红衫的兵丁前来，将夜叉架走，朝着一个巨型的油锅走去。周安康也被迫跟了过去。不一会儿，便传来一阵痛苦的惊叫之声。震惊的是，那夜叉所受之苦，周安康也能感受到。这会儿，周安康浑身发烫，疼痛不已。下一瞬，他猛地从睡梦中惊醒。此时，周安康浑身如同烧焦了一般疼痛，他下意识地朝自己身上望去，果然看到身上此刻正冒着缕缕黑烟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想起梦中的场景，再朝着身边木箱看去，莫非这是一种警示？梦中的夜叉是未来的自己，倘若自己此时作恶，下场就会变成那般。周安康想到这里，不禁浑身一颤。他来不及多想，赶忙带着木箱连夜来到朝廷，将贵公子之事一一告知圣上。圣上见周安康如此为国为民，当时龙颜大悦，赐其100两银子，送其归家。周安康虽然失去了木箱中的珠宝，但他此时无愧于心，更是因此事受到朝廷看重。有了100两银子，他也不用发愁找神医的事了，当即美滋滋地回家，将此喜讯告诉了妻子。神奇的是，还没等周安康去北方寻医，妻子身上的怪病竟渐渐好转起来，没多久便无药自愈了。此后，周安康一心为民，每夜深人静之时，他都会想起那天晚上的奇梦，这梦时时刻刻警示着周安康莫要动歪心。有时候其实就是这样，善恶一念之间，唯有但行好事，才能获得福报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。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加分享。小鹿祝您好运连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